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岛县一座充满历史气息的小城，这个地方叫做会津若松，也常被称作武士之乡。原因是在江户时代，就有许多与武士有关的文化与古迹被保留下来。在这里不只是建筑，这座城市至今还延续着那种属于武士的忠诚与坚毅。而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就跟武士息息相关，那就是会津武家屋府。延续我们上次的行程，我们从义药园站坐了大概5分钟的巴士，来到了会津武家屋府前的巴士站。下车后走不到1分钟就会抵达正门口了。在门口兑换好入门票，并走进去会津武家屋府时，里面仿佛是穿越回到了江户时代。这里原是会津藩家老西乡赖母的宅邸，幕僚是江户时代后期的一位武士，也同时是一位深思熟虑、举际远见的政治家。在这里可以见到200年前左右的武士宅邸以及设施，其中包括38间房间，用途之规范，比如专门用于迎接将军的御殿，加层用于执政以及戒备用区域和其家人的房间。在这里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到以人偶的方式重现当时的生活方式，但其实这里也发生过悲伤却又象征着武士般坚硬的一段历史。在1868年时发生了戊辰战争，在当时激战之下，战火烧到了周围的江户家中，而西乡家，也就是现今的会津武家屋府，在敌军逼近时，为了保全名誉与武士尊严，家族所有人，包括妻子、女儿，甚至年幼的孙辈，决定在宅邸中集体自尽，以表达无声的抗争，也是对信念最极致的表现。当时西乡郎本人因外出奔走求援而得以幸存，当他回到家中，迎接他的却是空无一人的宅邸与无尽的悲痛。他的无力与悔恨也被深深写进了后世的会津历史中。米塔世界。走访好会津武家屋府后，我们回到会津武家屋府前巴士站，乘搭大约5分钟的巴士，抵达到放射山下巴士站，之后再走4分钟就抵达到放射山的山脚下了。在这里有许多的伴手礼店以及售卖移动扶梯的票，1人250日币。可以自行选择要走楼梯上山或乘搭扶梯上山。从山脚到山顶一共有183阶台阶，我们选择了走楼梯上到山顶，虽然会有点累，不过就当做运动吧。放射山里其实有蛮多值得参观的景点，但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，时间有限，所以只选了几个重点参观：白虎队至刃之地、白虎队19世之墓，还有螺旋堂。我们先抵达到山顶上参观白虎队至刃之地以及白虎队19世之墓。白虎队的历史背景跟戊辰战争密不可分。据说，在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后，年轻的武士部队白虎队在混战中和主力部队走散，最后爬上了放射山观察战况。从山上望去，他们看见远方的会津若松城升起火光，误以为城池已经沦陷，主君已死。在极度绝望与众臣之中，他们集体讨论后，选择切腹自刃。当场19人死亡，只有1人奇迹生还。这位少年后来被一位妇人救下，并将这段悲剧的故事传诸后世。之后我们来到了螺旋堂，螺旋堂就在白虎队19世之墓的不远处。螺旋堂是一座外观非常独特的木造建筑，据说其实它的正式名称是旧正宗式圆通山楂堂。螺旋堂建于1796年，由当时的住持玉堂和尚所设计，是一座高约16公尺、6角3层的佛堂建筑。据说原本堂内有供奉33尊观音像，但在明治时代之后则改挂皇朝24孝的惠额，传达会津藩重视孝道与伦理的精神。螺旋堂最大的特色就是内部没有楼梯，
而是用双螺旋波道连接上下。参拜者从一侧走上去，从另外一侧走下来，路线不重叠，过程中也不会与他人擦肩而过。这样的设计不但方便参拜，更象征着不回头的人生修行路。由于这种构造在日本甚至世界上都极为罕见，玄武堂已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，成为放圣山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。米塔世界。走访完放圣山后，我们的汇金洛松1日之旅也正式画下了句点。这次的旅程仿佛是一个时光机，让我们回到了江户时代，并体验以及感受200多年前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。汇金洛松不只是保存了古老的建筑，更延续着武士的精神与信念。从鹤之城的坚守到白虎队的悲壮，每一步都让人重新思考忠诚与责任的真正意义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